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威仁律师。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的看法和感想。如果你想听听一个普通人的观点和故事，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咯。今天跟大家聊的事情是上周受瞩目的个资跟治安新闻。那一样，本周要聊了3个，分别是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对 FHG 以及 AGAP 处以罚款，而且要求他去采取补救措施。另外，上海市约谈星巴克等3家餐企，要求整改过度收集个人资料这件事情，以及 TikTok 他承认部分创作者的个资是存放在中国境内。好，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对 FHG 和 AGAP 处以罚款，并且要求采取补救措施。那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它因为 FHG Fullerton Healthcare Group 跟 AGAP CP Holding， 它没有办法去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去保护属于 FHG 的企业客户和病患的个人资料，所以说它导致客户的个人资料遭到外泄，在暗网出售，而做出它的裁罚决定。OK，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整件事情的过程。那 FHG 就是 Fullerton Healthcare Group， 它其实是一家企业医疗服务的供应商，它为它的个人跟企业客户去提供它的员工去提供医疗服务。在2018年的时候 ，FHG 去请了那个 AGAP 去做替他的客户提供 call center， 就是客户服务中心的服务。然后，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AGAP 为了省钱，他去聘请了来自章鱼女子监狱的受刑人来协助作为 FHG 的客户提供服务。那为了执行服务 ，FHG 它通过了 Microsoft SharePoint， 就是它的一个云端文件的管理系统，来向 AGAP 提供他客户的个人资料的存取权限。一台 AGAP 的个人电脑被授权通过一个 FHG 分配的 SharePoint 账号去存取 FHG 的 SharePoint 平台。那为了方便这些受刑人从章鱼女子监狱内去存取 FHG 的客户资料， AGAP 将 FHG 的客户资料下载到电脑上，而且将客户资料重新上传到另外一个连接网际网路的文件伺服器。那这个伺服器它就被设定为白名单，允许受刑人从章鱼女子监狱去存取相关的资料。OK，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到了2021年10月15号的时候，FHG 他发现他的客户资料在一个暗网的论坛上被出售。那这个时候 FHG 他就聘请网络安全顾问来进行调查。然后到了10月18号，他的顾问跟声称从 AGAP 伺服器窃取了 FHG 的客户资料的卖家取得了联系。那到了10月22号，暗网上面所宣传有销售的这些资料，它都被删除了。FHG 的网络安全顾问他确认，他说了，事件仅仅涉及并且影响了 AGAP 的伺服器，而 FHG 自己的伺服器和系统并没有在事件里面受到任何的影响。那整件事情未经授权存取的个人资料，它涉及大概15万6千900人，那其中包括了病患跟 FHG 客户的员工。那虽然说这实际上的遭到外泄的资料有多少不知道，那刚刚所提到的是受影响的资料。那不过它在这一次里面受到影响资料其实包罗万象，包括了病患的姓名啊、身份证字号啊、出生年月日、性别、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财务资料，一直到健康资料等等的都遗失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FHG 它为了要做事后补救，所以说它透过简讯、电子邮件跟网站上面的 QA 页面来通知受影响的客户跟个人，而且它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风险持续扩大。那 FHG 它另外还聘用 Creative Bureau 作为替受影响的个人提供为期6个月的免费信用监控服务，而且在 AGAP 在2021年的10月19号起，它就已经暂停使用这个伺服器，而且进行检查。
以去搜寻其他被入侵的对象的状况。OK，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这边所看到的是包括名字啊、社服号码啊、身份证号码，然后出生年月日啊、性别啊、email address 啊、电话号码啊、财务资料啊、健康资料等等的，这其实都是他所丢掉的资料了。OK，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他其实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做补救。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他将 AGAP 它存取的在 SharePoint 的权限设为唯读，然后对它删除了 AGAP 不需要的 SharePoint 文件和文件夹，符合它资料最小化。那另外，它停止了 SharePoint 和电脑之间的资料同步。那更改了 AGAP 存取 FHG SharePoint 的所有密码，以及在完成从伺服器中删除了所有客户的资料。那当然，它违反了很多义务。那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其实它违反在 PDPC 就新加坡的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认为它违反了第一个保护义务，也就是说，作为 FHG 的资料中介 ，AGAP 在认定事情受影响的客户资料方面，它违反了保护义务，它没有定期的去做安全检查。那另外，它的密码管理政策是不充分的，因为他承认这个调查过程中，还有承认在被密码禁用之前，他曾经有在狱中的受刑人有去共享他的这个账号密码的情形。那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行为啦。OK， 那另外他还有提到，FHG 它并没有对供应商进行合理的监督。那跟我国一样，新加坡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当一个组织委托一个资料中介代表去处理个资的时候，那一个组织要承担跟自己处理个人资料的时候相同的义务。那他没有去对他做合理的监督的状况之下，他就是一个出现问题的情形。OK， 所以他有提到了，虽然说 FHG 有去指示 AGAP 不能够把这些资料被外泄到网络上，但是他并没有检查，他并没有去确保到底 AGAP 做了哪些东西来符合这样子的要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OK，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件事情，事实上是 FHG 知道 AGAP 正在从樟宜女子监狱内聘用囚犯来执行服务。PDPC 对于 FHG 它违反保护义务的调查结果，并不是它取决于 FHG 是否允许 AGAP 把这些资料可不可以上传，而是 FHG 必须要去知道它如何去授予第三方存取这些资料，而且必须合理的去询问客户资料应该要如何储存跟传输，以及他如何去控制客户对资料的存取，这些都是他必须去做的。如果 FHG 有去询问，而且有发现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 FHG 一定会要求他的能够更严格的去采取控制措施，来规范这些囚犯或是这些受刑人如何去对客户资料的存取和使用。也因为他没有去做这些动作，他没有去询问，他没有去监督，他没有去了解，所以说他认为这样子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监督的情形。OK， 那第三点其实就提到一些不必要的敏感性个人资料的外泄。那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FHG 它无意中将只有提供员工以及内部人员去使用的个人资料外泄到这个与 AGAP 共享的资料夹里面 SharePoint 里面。那这些东西它不是 AGAP 要去提供服务时所必要的，那他做了这样子额外的提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将不必要的资料给提供出去了。他认为FHG 应该要采取更强的监督手段，来去确保只有在合约义务里面所应该要给予的资料提供，其他多的是不需要给的。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情形，FHG 跟 AGAP 都被认定违反了对客户资料保护的义务。那 PDPC 它基于这些因素，所以说它去处了58000元的新加坡币，那折合台币大概超过，针对于 AGAP 它除以1万新元，那比较少，大概是23万新台币的部分。但它有要求，他们除了这些罚款以外，他必须在
一定的期间内去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那这补救措施蛮多的，包括一些治安方面的问题啊，或是包括一些政策管理的流程等等的。OK， 所以说无论如何，从这个角度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其实简单讲，我委外的时候，我委托中介商在帮我处理资料的时候，我必须要对他采取适当的监督管理措施。我在提供资料的时候，我能够资料最小化就尽量资料最小化，我收集的时候能够不收集就不要收集。那当然了，一些基本的治安，包括了密码啊、防护等等的，都应该要做到，至少符合一定水准的状况之下才可以的。OK， 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约谈的新加坡等3家餐厅企业，他要求整改过度收集个人资料的这个行为。OK， 整件事情的起源是在于上海市网信办的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6月中旬的时候，他为了要去整治网际网络上个人资料被过度收集的情形、过度外泄的情形，他去启动一个所谓叫做，我那可以看到，他启动了一个叫做链件，启动了一个叫做5项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那这个行动它为期半年，它主要是针对消费领域的个人资料权益保护的一个过度收集、强制要求、诱导取用、违规取用等等的问题，去做了一个整动。那重点的整治大概是8类的行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重点是8类行为。第一个是没有隐私政策，或是隐私政策中没有收集使用个人资料的规则，或是没有通过明显的方式去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那第二个，他没有逐一列出或通过其他的方法明示收集使用个人资料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第三个，他没有经过用户同意，默认用户同意，强制收集个人资料或诱导用户提供个人资料、个人信息。第四个，他是违反必要规则，超范围的收集，频繁索取个人资料，或用户不同意收集非必要的个人资料，拒绝提供业务功能。第五个，未经用户同意，也没有做匿名化处理，就向第三方提供个人资料，导致用户频繁收到定向推送广告营销信息。第六个，没有提供删除、更改个人资料，或是没有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资讯。那第七个，对用户个人资料管理责任不到位，存在泄露风险。第八个是利用网际网络的各项管道去非法买卖个人资料。OK，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其实在这8点里面，只有1点是针对于所谓的个资管理责任这件事情，其他的都是针对于我要怎么去用这些资料，我要给当事人进行什么样子的权益等等的要求内容。而星巴克等3家企业就是在这一波首先被约谈的重点企业。那根据报道呢，这是3家企业，它的负责人都表示，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理解不到位，所以导致问题出现。那下一步他就会依照约谈的要求去积极配合监管机关，然后去进行整改。OK，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我刚刚前面提到很多都不是针对于保护安全这件事情。相对的，大家已经要理解到，个资保护跟资讯安全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也有分开的部分。当然，在安全资料安全保护上面，它是重合的，它是大部分重合的。但是在其他的部分，包括了像这边所看到的，有没有隐私政策？我资料是怎么拿来怎么用的？我是不是过量收集这些资料？我没有经过我的用户的同意就把这些资料丢出去给其他人？这个都是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事情。OK，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是江苏省网信办所发布的部分。那这边其实有提到，上海市网信办再次提示，针对于点到餐环节餐饮企业以下行为涉及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希望企业自觉主动予以整改。这边看到他提出了8点的东西，简单讲，包括例如说我是使用应用程序扫码点单的时候，有没有收到
隐私政策，有没有设置同意跟拒绝的选项，有没有超范围收集，有没有强迫要求授权过量的资料，如果你不授权就导致你无法下单，你不必要的去收集获取极度精准的资料，那获取精准资料之后，消费者拒绝，他又一直不断的跳出来，我要拿到你这些资料。那又或者是说，以优化服务的体验呢，提供会员折扣名义去诱导消费者提供精准的位置资料或手机号码等个人资料。那这后面呢，就是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没有匿名化处理，直接将个人资料提供给第三方。这些东西目前在我国其实也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得到。我强迫你要提供这些资料，你不提供，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我的服务。这其实在过量收集来讲是存在，应该说在资料收集来讲是存在过量收集的问题。我不确定目前我国中华民国台湾有没有明确的去认知到这件事情，但它是必须要被理解，而且必须要去被调整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国在后疫情的时代，作为商家如果使用线上点餐等服务的时候的一个参考。OK。那第三点，现在第三件事情 ，TikTok 承认部分创作者的个人资料被存放在中国的伺服器里面。我们这几个月以来已经谈过很多次关于 TikTok 的问题，其中包括 TikTok 它的执行长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面提到的 Project Texas， 他多次去坚称他并没有把美国用户的资料存放在中国境内。美国用户的资料是存放在美国跟新加坡，这是他不断强调的东西。但是在日前，富比士在调查的时候，他发现 TikTok 已经把美国跟欧洲的网红的资料，包括 TikTok 的创作者基金的相关人员财务资料，储存在中国的伺服器内。据了解了 ，TikTok 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表示是说 ，TikTok 应用程式所收集的美国用户资料跟内容创作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内容创作者的部分是可以依据它的内容播放量获得奖金，这些资料为了财务的需求，它是存放在中国大陆境内。TikTok 他说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在于这个财务是必须由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去支付的，那所以说他可以把这些资料放在中国境内的伺服器上，它跟美国用户概念是不同的。但他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回应有关 TikTok 用户跟供应商的支付资料在中国储存了多长时间，跟今天是不是仍然持续的存在，这个他没有回答。OK， 那只能说 TikTok 的意思简单讲啦，个人资料我把它区分成用户资料跟内容创作者资料。针对于内容创作者的资料，它是不包含在 Project Texas 的范围里面。OK， 我们还是简单说明一下什么是 Project Texas。Project Texas 是 TikTok 为了应对美国政府它对于它的安全性所提出的一项计划。那这个计划是目标是把美国用户的资料储存在美国本土的 Oracle， 就甲骨文公司里面监管之下，而且由一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内部委员会去进行监督。简单讲，就是设立一个防火墙，阻止中国政府可以取得美国境内的用户资料，以避免它到时候 TikTok 被禁止在美国营运。那当然，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的政府，他都认为 Project Texas 是一个不够完整的、够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但 TikTok 认为 OK， 这个是一个摆脱禁令的一个出路的一个方法。但无论如何，从目前的趋势看起来，我必须老实讲，从目前趋势看起来，无论是我们这边所提到 TikTok 把东西放在境内是为了去风险化，或是在更早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脱钩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政府它能不能够去接触到这些资料，国家安全，回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的趋势是不变的，是没有大幅度的变化。事实上，虽然说欧美高层都表示说，欧美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它应对也不应该是全面碰撞。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说要专注于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的原因。但是事实上，到底要怎么样去挣脱中国
对于全球供应链的掌控，而又不想完全跟中国断绝关系的去风险化，这就很像是说，我只想拿你的好处，但是我不想承担任何的风险，坏处我全部都不想要。那这种状况，说实在话，光是想象就难以达成。而事实上，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在它的社论里面有写到，看一下去风险给人是一种可能是变相脱钩的感觉。事实上，它的官方媒体都这样表示了。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去风险指的是金融机构不加区分地终止或限制与广泛类别客户的业务关系，而不是分析与管理这些客户相关的具体风险。简单讲，去风险就是我风险都不要了，那就是不加区分的去终止或去限制我跟你之间的关系。简单讲，这不就是脱钩吗？这正常来讲，去风险化的概念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听到这个地方，还会觉得说去风险跟脱钩不一样嘛。而且，如果去风险化真的不等于脱钩，那哪些东西可以去风险化，哪些东西又无法去风险化？再退步言之，如果去风险化真的不等于脱钩，那我们到底要采取规避、采取转嫁或采取控制？那要怎么规避、怎么转嫁、怎么控制？这真的要看接下来国际的情势的观察了。OK， 以上是上周受瞩目的个资与治安事件。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还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和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对于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看法和感想。我是魏仁律师，我们下次再见。